Hello， 大家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最近有啥好剧吗？断网的一太又剧荒了。今儿没剧，今天就来给大家老瓜旧瓜一起磕一下呗。还记得前两天网上爆出的一则猛料吗？标题十分吸睛，说佟丽娅深夜酒吧约会，当众牵手帅哥美滋滋。佟丽娅则毫不犹豫地回击，斥责媒体编排剧本，还放上聚会合照，证明自己是去赴朋友的局，而非约会鲜肉。至于被安上佟丽娅男友帽子的人呢，则是饭店老板，有佟丽娅和他定做的聊天截图为证。除此之外，只要把视频来回多看几遍，就会发现这则爆料实在经不起推敲。所谓牵手，能清楚看到对方其实握住的是他手腕，而佟丽娅一直双手握拳没有回应。所以总结下来，这根本不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佟姐终于想开了离开渣男了，而是彻彻底底的放假料炒作。要知道，当众牵手帅哥这事儿，如果放在别人那里可能要挨骂，可到了佟丽娅这里反而换来了千万网友的一片欢呼，全网都在恭喜丫丫喜提第二春。由此可见，大家对于陈思诚之前婚内出轨门的事件依旧没有放下。在一太看来，被爆出婚内出轨的视频有没有被掐头去尾恶意剪辑过并不重要，佟丽娅的个人意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这对夫妻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每有一点风吹草动，佟丽娅就会自动被带入一遇渣男误终生的苦情角色里。有人说她太蠢，有人说佟丽娅太傻，还有人一抓住机会就大骂陈思诚狼心狗肺。更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走到这一步，佟丽娅都不和陈思诚离婚，怕是有什么把柄被抓在了手里。在此之前，一太觉得娱乐圈好像还没有能和佟丽娅选择的婚姻路完全重合的，直到我在《演员请就位2》中看见了唐一菲，想起她老公林潇肃的经典之作《回家的诱惑》时，才瞬间明白佟丽娅何尝不是那个翻版的林品如呢？在嫁入豪门之前，林品如是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女孩，即使物质条件不够优秀，却也能吸引富二代洪世贤的注意。而佟丽娅呢，自身条件也是不差，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相貌和实力都十分出众。大二时期就出演了尔冬升导演的《新不了情》，从此踏入娱乐圈。不过让她真正迎来大爆的，还是她老公陈思诚执导的《北京爱情故事》。坊间曾流传，本来沈冰这个角色并非由佟丽娅出演，但因佟丽娅误打误撞进了导演陈思诚的房间，来了一下午对角色的认识，陈思诚才定下了她。当时还有过陈思诚为了捧佟丽娅暗自删减李晨和张译戏份的说法。但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佟丽娅借由这部剧算是真正的火了起来，资源瞬间得到了飞升。女一的剧本纷至沓来，戏外还和陈思诚喜结连理，爱情事业双丰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佟丽娅都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可惜陈思诚的花花肠子让她一朝跌落，成了被绿被同情的一朵小白花。这不正是嫁入豪门之后的林品如吗？不仅没有过上令人羡艳的生活，还要服侍软弱花心的丈夫，在恶婆婆的刁难下忍气吞声。因为承受巨大压力，先后流产过2个孩子，生活更是如履薄冰。虽说没有影视剧里夸张的剧情，可遇上了陈思诚的佟丽娅，就彻底沦为了才华横溢名导背后的女人。说起陈思诚的出轨史，大家应该已经到了听到了不稀奇，不听到反而觉得奇怪的地步了。和佟丽娅结婚3年，陈思诚光被拍到实锤的出轨就有6次。2014年6月16日，和佟丽娅结婚半年不到，陈思诚就被人发现和一妙龄女孩亲密牵手，并独处6小时。凌晨时分，还搀扶着女孩的胳膊过马路跨护栏，有说有笑的，颇是亲近。当时在外地连续拍了几个月戏的佟丽娅顾不上休息，就出面为陈思诚收拾残局，表示狮子女御夫有术，劳烦大家关心。结果过了1天，佟丽娅的脸就被陈思诚打肿了。她又要被拍到和佟丽娅闺蜜李纯在大街上拉拉扯扯。虽然没啥实锤，但佟丽娅在照片曝光后不久就取关了李纯，细比下来也不是没事的样子。紧接着又有人在网上爆料了陈思诚和一位神秘女子的大尺度照片。面对这些，陈思诚姗姗来迟地做了一个说明，佟丽娅仍然无条件地选择了相信，站队老公。可惜陈思诚全然不理解老婆的宽容，越发得寸进尺。佟丽娅在这头辛辛苦苦地为他孕育爱的结晶，那头陈思诚左拥右抱的也不避讳。
2015年，模特王天楚和陈思诚的亲密照曝光。陈思诚在曼谷拍戏期间，王天楚还带着自己的妈妈前去探过班，密会嘛也是没少。2016年年底，又有狗仔在直播中爆料，某男星与老婆孕期在一哥婚礼上出轨过工作人员，给出的3个暗示：人夫是东北人，老婆是80后小花，人夫自己开公司，都能跟陈思诚对上号。当时猜测的人名不少，狗仔都给予了否定，唯独到了陈思诚时沉默不语。17年，陈思诚捅的娄子更大了，夜会两女一夜未出的事儿都干了出来，吹得这么死，佟丽娅也未出面说明什么，只是在朋友圈发了一句重新开始，丫丫加油，配图为自己和儿子朵朵。有了顺理成章离婚的名头，佟丽娅不离婚简直说不过去，大有踢开渣男自我重生的意思。只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佟丽娅没和陈思诚离婚，只是一改温柔可人的模样，剪去长发，干净利落，气场十足的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拍新剧上晚会一样没落，生活依旧井井有条，仿佛老公出轨的事儿在她眼中根本不值一提，还因为她不离婚就硬生生的被编成了一个隐忍为爱卑微的小女人。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佟丽娅和陈思诚结婚后，快本专门为他们做了一期婚礼专场。佟丽娅父亲对自己女儿叮嘱的话是，到了陈家以后多干活，伺候她。陈思诚出轨被拍时，有记者采访佟家亲戚，他们的中心思想也是以家庭和睦为重，丫丫付出多点，包容多点没关系，总之就是不要离婚。在锡伯族的民族传统中，离婚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无论是家庭认可还是民族认同方面，佟丽娅都得不到离婚的勇气支持，更何况她本人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和陈思诚交往并得到对方温柔相待时，她是不敢相信的，带着被上天砸中的欣喜去对待这份感情，所以会在快本上急不可耐地公布恋情，即便顶着疑似小三的名头也没关系。家族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个说法也深深地影响着他。抛开这些内在因素不谈，二人间的纠葛也并非一纸情断就可以解决。如果细心探究，便不难发现，陈思诚、佟丽娅这对夫妇的热度和曝光度都是在恋爱公开后大幅度得到提升的。陈思诚每部电影上映，也刚好能巧合地对应到他们感情的每个节点。恋情公开恰巧是北京爱情故事宣传期，结婚生子也不外如此。佟丽娅成名靠的也是陈思诚执导的《北京爱情故事》，当时她还是圈里籍籍无名的大龄女演员，而陈思诚已是华谊的明星之故人。现实中，一对不能走下去的夫妻，离婚牵扯到的东西尚且数不清，更何况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混的早已成了利益共同体的明星夫妻们呢。如今佟丽娅独立女性的标签牢固的不得了，各大主流晚会是不停的上，陈思诚的电影一部接一部的叫座，大导的名头稳稳当当，也算是各自独美了。离婚呢，应该是更不可能了。仪态唯一希望的大概就是女神能够持量行凶吧。嗨，漂亮姐姐理他们干啥？独自美丽就完事儿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